大家好，我是曾一真，欢迎收看《真心话大冒险》。就是我觉得一直有人在骗我们。WHA 连续5年拒邀台湾，好，现在民进党说这是政治考量，都是政治考量。G7 的外长还有美国国务卿 Blinken 之前都有表态说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因为美国现在的支持已经不这么给力了吗？好，美国老大哥说的话是大家都现在已经不是你说了算了吗？好，不然为什么美国老大哥说话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被 WHA 拒绝在外呢？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讲讲历史好了啦。我们这个所谓的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啊，大概是在1990年的中期左右就开始了，也就从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克林顿他们想到了一个词叫做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有意义参与。但是呢，我常跟大家讲，你不要问我到底什么叫做有意义参与，因为完全是一个弹性的处理，只要你参与，你觉得有意义了，你参与到了，这就叫做，然后你有贡献了，这就叫有意义参与。所以你今天可以叫中华民国，你也可以叫中华台北，你叫台湾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觉得那叫有意义参与。所以它是一个很弹性的一个外交的做法。美国从90年代跟我们讲说，我们支持你有意义的参与，不以主权国家为，就是你不要参加这些正式会员，那这样我可以支持你有意义参与其他的这些身份。好，从90年代到现在，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一年一年的事，唯一成功的那一段时间，就是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所以美国其实支持，不要看说什么是川普的时候，或者现在拜登的时候，而是从克林顿开始支持我们有意义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从来没有成功过。那美国是不是不支持我们呢？至少他口头都说了，而且呢，像这一次啊，虽然说我觉得没有太新的意义，也就是说所谓的 Group of Seven 7大工业国家集团，他们的外长会议的时候联合发了一个公报，里面提到一句话，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论坛，还有马上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他们这样讲，问题在于说，对啦，这是7个国家的外长一起发表的。可是这7个国家过去呢，个别都说过，我们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所以这次再重提，而且就是在 WHA 申请5月24要参与这个会议之前，又再提了这个议题。美国是在出一张嘴说说而已，还是其实就是再把老议题重新再拿回来，让大家又再来讨论一下呢？我必须讲说，这真的就是历史回圈啊！从90年代开始，一路到现在，我说只有马英九的那7年，美国不用讲话。为什么我们回不去那个时候了？那当然就是两岸关系嘛。你看国台办发言人的讲话，他都讲说，因为台湾的政府，台湾当局，他不用政府啊，台湾当局在搞台独，所以已经没有过去两岸的政治基础了，所以台湾也不可能收到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就是说，这些西方国家的支持确实是重要的。因为我总不能说，我要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好，只有我们的邦交国那10几20个过去，以前感觉好像是这样子。以前西方国家也会讲话，对，但讲完话之后呢，其实说实在，邦交国一块，西方国家每次算一算，大概就7、8个、8、9个。对，好，全世界190几个国家呀。世界卫生组织啊，有194个会员国。对，他说要194个会员国决定哦，就是这个决定是怎样？是194个国家按下同意的那一票，台湾才可以参加。一半就好了。一半也是很多97个。对。所以我说过嘛，你像我们现在15个邦交国，可是不要忘记哦，教廷国它是不涉入政治的，而且它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成员，所以我们最多全员到齐14。好，这一次的 G7 对7国，对14加7 21，我们刚刚说要97嘛，对97，所以麻烦帮我减一下吧，还差76票，76票，差70几票，我们从哪里去拉？我真的不敢想象，所以我就看到去拉。我今天才跟朋友在讲啊，这个外交部告诉我们说，有超过50个国家，里面有250个以上的国会议员啊，或民意代表啊，或者是他们这个高阶官员发言支持我们。可是呢，
这些是民意代表，对，他不是负责实际外交政策执行的人，所以你讲50个没有关系，确实有50个国家。今天我访问义珍，如果他今天是比如说台北市议员，我也可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议员发言支持我们，但是义珍的发言对我们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实际上是没有实质。你要他们的外交部，要他们的总理或首相，或是总统，或是反正就是要他们去说 OK 才行。所以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说，好像看起来很多国家都有反应。对啊，对，但是问题是，真正你没有找到对的人嘛？所以一切都是假象。我几乎可以说他是假象，因为你找到这些国会议员发言，我真的拍拍手，因为他们愿意帮我们讲话。对，其实可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子，你就一直给民众一个期待，说你看我们几乎就差临门一脚了。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这个民进党的立委，他在讲说，哎，我们今年啊，这个是最接近的一次。什么叫最接近的一次？你曾经你都已经进去过好几次了，对不对？你都参加过那么多次了。所以什么叫最接近的一次？而且最接近的一次，我算来算去也就20出头个国家说支持我们有意义的参与，而且这20多个国家里面，正式会帮我们提案的。我跟各位说，在5月24号世界卫生大会开会的时候，或者之前的总务委员会在讨论的时候，大概最多就14个国家联名帮我们提案。但吴钊燮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像还有机会。没错啊，他根本不是啊。为什么要给我们这种错误的一个幻想？我可以跟大家讲，在我黄某人正式去见上帝或是上天堂之前，我都有机会变成亿万富翁。也是啦，没错，是没错，有机会但没把握。对，没错。所以他们那样讲，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重点是说，就是这样14个国家提案，然后今年大概我猜大概就这样的这个案子又结束了。所以又这样重新跑了一圈。最好玩的是我最近看新闻啊，有些新闻在讲说史上最多国家支持。对，我心里想说，我们的史上也不过几年了。而且你们是失忆了吗？因为对我们曾经有参加过，我们曾经参加过的时候，194个会员没有人反对。那我们不是等于拿了194票吗？对，对不对？那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反对？因为只要中共当局不反对，其他国家随便你们啊。那现在是中共当局反对嘛，那其他国家就会怕啦。这其实就跟中国大陆说一句哦，很多就是说这些就是海外的国家，就是各国内政，好，就不要管别人家的事情，好，管好自己家的事情。真的，靠山山会倒。WHA 拒台5年，美国支持吗？美国支持力道在哪？不靠谱，因为没有进入。核心问题没有解决，两岸的关系没有进展。我们还是希望啊，因为台湾应该要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虽然说中共当局他拒绝了民进党政府参加，但实质上就是台湾人民被拒绝了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健康权应该还是要受到照顾。那两岸政治应该归政治。好，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两岸关系越走越糟，本来就很糟，那因为世界卫生大会事情后，这个事情越走越糟，越走越糟，是不是中共想要看到的？我不知道，但是不是民进党想要看到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民进党好像没有那么在乎两岸关系的好或是不好，甚至他可能希望把两岸关系的恶化变成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得分的关键，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的话，这个每一次到了这个重要的国际的参与，现在5月是世界卫生大会，今年下半年还有今年应该没错就是国际民航组织，哇，它的这个大会每3年一次，所以我记得我们2015年的时候在马政府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的民航局长沈启，他率团以观察员的身份 Chinese Taipei 的名义参加了，对，2015年，2018年马上就对不起了。很明白的就被拒了。对，然后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国际民航组织的总干事、干事长，这是秘书长，好像是不是中国大陆籍的？好，不管怎么样，但是2021年今年又来了，我们可以再看台湾可不可能再用过去的模式率团列席当观察员参加国际民航组织的大会。没错，看起来两岸关系这样搞下去不可能。然后到时候你一定有看到
包括美国、法国、加拿大这些挺身而出，说他们支持台湾，但是呢，真正要开始在里面做一些比较实质，包括提案的时候，对不起，还是只有我们邦交国。而且我又想起来了，去年5月，江启臣对立委的身份质询外交部长吴钊燮，江启臣就问吴钊燮说，美国他们为什么不帮我们提案？美国为什么都让我们的邦交国来提案？就吴钊燮长话短说，吴钊燮的回答是说，对，美国觉得目前为止，美国觉得不宜提案。那你自己不提，然后你叫旁边的人去提。其实美国提案那个能见度会高非常非常的多。对，所以我们影响力是不一样。对，我们也很希望啦，哪一天美国这些西方国家也可以帮我们提案，因为确实啦，这个我们跟这些国际卫生组织离得更远了，对台湾的防疫啊、公卫健康其实都是不利的，而且我们还是有一些可以贡献回去的。你不让我们参加，我们也贡献不了，所以也不可能实现所谓的有意义参与，等于是双输的局面嘛。好，最后5分钟的时间，谢谢林娘娘一直都在我们聊天室，谢谢这个 Lance Lin 说，陈时中前几年不就是拿了抗议牌子去 WHA 这个会场门口照相吗？李嘉欣说美国是最大的骗子，路过小小汉堡，美国不过在利用我们罢了。Alex Tan 大名被放弃了，陈佑玲就出一张嘴啊。刚刚讲到那个拿牌子去世界卫生大会外面抗议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画面，我们还是有一些很希望台湾加入世界卫生大会或世界卫生组织的我们这方面的同胞等等，他们去那边抗议。对。但是他们在参加所谓这个为健康而走的活动的时候，他们拿的牌子呢，上面写都中文。我那时候看得突然傻眼，你不是应该让外国人知道说台湾被排除在外吗？结果很多的牌子是中文。后来我突然想通了，出口转内销。他只是要这个镜头回过来给台湾人看到，说我们有在做，你看我们有去哦，我们有去抗议哦。我希望他们不是这样，但是我看的那一张画面的时候，旁边就没有英文啊，然后主要的就是中文。那不是给国内观众看的吗？对耶，对，跑那么远就给国内观众看，大内宣自产自销。我们真的希望做的是实功，而不是虚功。真的，我觉得不然的话资源都浪费掉了，蛮可惜的。对啊，而且呢，像华春莹就说了，必须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前提之下呢，来谈这个 WHA 的事情。所以呢，其实现在你知道很多事情都牵扯来牵扯去，根本是一环扣一环。美中关系也好，两岸关系也好，好参与这个世界卫生大会组织也都好，其实完全都是国与国之间的那个默契跟那个。对，所以我们也一直希望，就是说，虽然说台湾很希望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但是我们这样的一种希望啊，不要卷到了强权的角力里面，特别是美国跟中国大陆。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可以一码归一码，而且美国现在不是一直在拉帮结派吗？这就是其中叫大家选边站啊。其实布林肯说我们没有叫大家选边。然后呢，我也很少看到有国家很认真的在选边。或许怎么选啊？或许啦，澳洲最近比较明显的跟美国在走，对。但是你说日本真的有吗？其实也还好。你看他那个美日的这个对话里面，他的声明稿讲的都非常的软，甚至包括法国，我们刚刚讲世界卫生大会的案子，法国的这个参议院不是304票，然后19票什么弃权嘛，通过了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但他下面还是有写啊，这个不会违反1964年法国与中国建交的时候的什么条件？对，所以大家其实都很清楚嘛。反而是台湾好像选边站。其实我最后本来想要聊一个议题啦，就是说英国、美国、德国他们不是要开一个人权会议嘛？那大陆就呼吁大家不要出席，但是有一种感觉像是美国在拉帮结派，逼工会员选边站。好，大陆的部分是一带一路来突围。这个人权会议其实是美国、英国、德国他们在联合国里面召开私人的会议，或者是不是联合国正式的，就是我们都是会员，然后我们私底下自己对私底下联谊一下，对，一起来开个会，对，开小会，不知道多少人。因为现在确实两边，如果路透社拿的那一份资料是对的话，真的话，中国大陆确实有发一些声明给其他的联合国会员国说，请你们不要去参加。
当然里面呢，据说是因为美英德这3国他们要讨论一些新疆维吾尔的问题，那中国大陆觉得这是干涉内政，对啊，那我觉得为什么两边不把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讲过，证据就直接拿出来嘛，对不对？如果特别是指控的人，我觉得你就把证据拿得更多出来，大家再来谈嘛。对不对？不然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永远这样闹下去，然后大家真的被逼着要选边的话，好像我出席就是跟美英德站一起，然后我不出席就是跟中共在一起。可是美英德国又跟中国大陆经贸市场这么的密切，对，而且德国自己都说要走自己的那种外交政策，不会跟着美国走。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哎，说拉帮结派啦，其实这个未来大概大家心里就是，我希望两边都沾。因为毕竟你知道吗？底气要有，但是呢，经济还是要拼啊。都要，所以其实他们不可能说只选一边，一定是如果美国跟中国大陆我都可以站，我都站，这是最合理的。底气要有，贸易要走。好，接下来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来帮我们按赞应援。现在呢，人数2454，谢谢大家。时间到了，是不是觉得很快呢？今天准备了好多资讯哦。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黄贵博副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真心话大冒险每个礼拜二准时下午4点钟到5点钟，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